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继续学习燥邪的性质和致病特点。燥邪是指的自然界中具有干燥、收敛、清肃特性的外邪。燥邪为秋季的主气，燥邪侵犯人体，通常从口鼻而入，侵犯人体的肺胃。燥邪可以分为凉燥和温燥。温燥见于初秋，是燥与热的相合；凉燥见于深秋，是燥与寒的相合。燥邪的性质和致病特点主要有2个：燥性干涩，易伤津液；燥易伤肺。第一个是燥性干涩，易伤津液。燥性干涩的特点与热邪不太一样。热邪引起的病症主要是以出汗为主，而燥邪损伤津液于无形之中，燥邪不会引起出汗。燥邪损伤津液，导致了津液亏虚，津液不足，会导致孔窍、鼻毛二便的干涩，会表现出口鼻干燥、咽干、口干、舌干、皮肤干、毛发干枯、小便短少、大便干结等等一系列干涩的症状。燥邪的第2个致病特点就是燥易伤肺，因为肺为焦脏，喜运而恶燥，所以燥最容易损伤肺的津液。当肺津液不足、宣降失职的时候，就会表现出咳嗽或者是无痰。咳嗽无痰我们称为干咳，痰是由津液化生，而燥损伤了津液之后，痰量是非常非常少，这种痰非常黏，非常难以咳出来。甚至在咳嗽的时候，会痰中带有少量的血丝，同时伴有喘息、胸痛的症状。以上是燥邪的性质和致病特点。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火热之邪的性质和致病特点。火热之邪是指的自然界中具有火之炎热、升腾特性的外邪。火热主要是夏季的主气，它没有明显的季节性。春夏秋冬其实都有火热之邪，冬天为什么也会有火热之邪呢？比如我们穿的太多，我们吃的太好，这都可能会导致火热之邪。火与温与热，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呢？火邪、热邪和温邪，它们都是阳热过盛所化生的，它们都没有明显的季节性。火为温之见，通常为内生，比如心火、肝火、胆火，它们会表现出全身发热、弥漫性的发热的症状。热为温之见，多为外感，所以我们称为外热，比如风热、暑热、湿热。所以热邪引起的病症多表现为局部的症状，比如红肿热痛、口舌生疮、目赤肿痛等等。温邪是类似于火热之邪，一般仅用于温病学中运用。火热之邪的性质和致病特点又是什么呢？它主要有4个性质和致病特点。火为阳邪，其性炎善，易扰心神；火易伤津耗气；火易生风动血；火易致肿阳。首先，火热的第1个性质和致病特点是火热为阳邪，其性炎善，易扰心神。火为阳热之邪，所以火热之邪引起的病症以阳热亢盛的发烧，又称为高热、恶热、口渴、汗出、脉红硕等症状为特征。同时，火性炎善、易扰心神的特征，使火热之邪会表现出头面的症状和心神的症状。头面的症状会表现为头痛、面红目赤、口舌糜烂生疮、牙龈肿痛等等。心神不宁的症状会出现心烦失眠、躁动不安，或者是心神失灵的狂躁不安、神魂沾雨，
或者是神志昏迷的重症。火热的第二个性质和致病特点是，火热之邪易伤津耗气。伤津主要是火热之邪直接灼伤津液，会表现出高热、大汗，同时出汗之后会损伤津液，所以会表现出口干、口渴、小便黄、大便干的症状。津液通过汗泄而损伤，而气也会随之汗泄而耗损。所以火热之邪不仅可以直接耗气，也可以由于气随津泄而导致气的耗损。所以火热之邪不仅可以出现高热的症状，还会表现出气虚的症状，比如倦怠、乏力、少气、懒言等等。这是火热的第二个性质和致病特点。由于火为阳邪，容易伤津耗气，这是每一种火热之邪都会出现的必然的症状，比如说高热、出汗以及神疲乏力。火热的第三个性质和致病特点是，火热之邪易生风动血。火热生风，主要是通过伤津液、耗血，灼伤肝阴，导致肝的经脉失阳，从而引起经脉的抽搐。这种抽搐的症状，我们称之为罡风内动。所以火热引起的罡风内动，我们称为热极生风，主要表现为持续的高烧，伴四肢抽搐、颈项降直、脚弓反张、目睛上视等等一些抽搐的症状。这是火热之邪容易导致罡风内动。火热动血是指的火热之邪能破血万行，使血脉运行加速，而灼伤血脉，引起出血症。所以火热动血除了高热症状之外，还会表现出出血症，比如吐血、滤血、便血、尿血、月经过多或者是崩漏等等。虽然我们这里面讲到火热易生风动血，虽然有一个易，但只有高热，而不是所有的火热之邪才可能会导致罡风内动或者引起出血症。所以这个生风动血并不是火热之邪引起的病症中必须有的症状。火热的第四个性质和特点就是火热之邪易致肿阳，主要是因为火热入血，聚于营血，腐败了血肉，导致了臃肿创阳，所以局部会表现出红肿热痛的症状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身上看到一种长包、长疮，比如说脸上的痘痘，它表现出红肿热痛的局部的表现，我们都可以认为与火热之邪有关，可以从火热论治。以上是火热之邪性质和致病特点，本节课就学习到这里。